距离掀桌之日不远了，中国这一招让美国不得不低头，耶伦打了个头阵，呼吁想要过好日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根据相关数据，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政府的债券总额为8623亿自2010年5月以来这最低值了。去年中国共计减持了1730多亿美元的美债，而现下中国还在大量的抛售美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美国财长耶伦喊话，希望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恢复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对话。他表示，中美两国需要在许多个领域携手应对全球挑战，比如说粮食安全、气候变化以及债务等等。基于当前美国缺钱的现状，耶伦此番呼吁恢复中美之间的经济对话，并扬言两国应该在多个领域共同应对挑战。想来债务才是他的重点。据悉，美债已经突破了31万亿美元，光是每年需要归还的利息就高达5-6千亿再加上每年美国政府仍然是赤字，可想而知呢，未来美债规模会继续扩大到一个什么地步？就如今的状况，美国一不小心就可能会面临债务危机。此前美国国会已经有过预计，那么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措施，美国或许在今年的6月份之前发生债务违约，届时全球美债抛售潮必然会更加疯狂，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止中国和日本减持了。而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日本是美国的盟友，积极充当美国马前卒，但纵观2022年一整年的日本在全球央行当中抛售的力度却是最大的，净抛售了高达2245亿美元的美债。可想而知关键时刻日本还是得先考虑自己。而至于美国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抛售潮加速疯狂的背景下，美国将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灾难。据美国相关金融网站的最新跟进，美债正面临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债务风暴。而面对这一情况，不排除日本可能将美债的仓位降至目前总量的20%的可能，而中国也很有可能将美债仓位降至10%。那么耶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着急访华？很明显，就是希望中国不要抛售美债，不要对美元霸权出手。在前30大美债持有国当中，至少27个国家在大量的抛售，而中国不但抛售的速度在加快，同时置换黄金的速度也在加快。对此，耶伦作为美国财长怎么能不着急呢？只是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即便他是财长，也没有太好的办法，唯一就是想办法继续的维持下去。所以耶伦想跟中国谈谈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如果美国方面愿意做出让步，放弃打压等一系列措施，或许中美可以更好的合作。那么反之，美国还是继续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，那么耶伦就算是再想过好日子也没有用。这也从侧面可以反映出美国当局至今还是要面子的，不肯向中国低头。当然，又或许是骨子里的高傲，让美国当局认为即便不寻求与中国的合作，也能解决债务危机。当然，明眼人都深知这是天真。最近一年，中国减了快20%的美债，又在大量的囤积黄金，距离掀桌之日已经不远，而现实已经让美国认清，到了今天已经不得不低头。要是真的等到各大美债持有国抛售的时候，全部置换成黄金，那美国才是真正的穷途末路，美元储备的地位会直线下降。而总之，想要过好日子，带着诚意来，否则耶伦大可不必跑一趟中国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